唉，一時大意玩斷咗關節添。今次同大家一齊開箱數組中國品牌核能矩陣 Cyber Force 第5彈戰爭之影人馬機量啊！包裝盒都幾巨型，應該零件份量都唔少嘢啦。難得中國製都吸引到我，即刻睇下內容物先。將包裝袋拎晒出嚟，除咗份量大之外，最特別就係有仿電鍍嘅金色零件，對比之下都幾閃㗎。零件主要以黑、白、紅3色構成，當然會有肉色，仲有少量但相當顯眼嘅紅色透明件。而面部表情今次有決定性嘅躍進，4個預製表情都表現正常。係啊，正常就夠㗎啦。水貼量方面亦非常豐富，身體各處嘅水貼量亦都唔少，完成品一定好精彩啦。組裝說明書內容分成150項步驟，數組都有排玩啦。第一次砌中國品牌嘅模型，剪件組裝嘅過程都冇想象中咁差。當我見到頭髮零件係用 PVC 膠嘅時候，第一時間諗起係無縫可以點做呢？而頭髮內部結構唔係用卡榫嘅形式插入，比較容易拆除，因為 PVC 嘅關係，所以富有彈性。當砌到一半嘅時候，心裏面就開始厭煩，點解咁多 undergate？ 即係所謂嘅隱藏水口，基本有6-7成嘅板件都係 undergate 構造，但係透明件又唔做 undergate，真係激死咗啊！整體組裝冇咩難度，要注意嘅係其中少量組裝支撐好脆弱，組件時輕手啲就應該冇問題啦。全程冇磨件、冇礦孔，都有良好嘅組裝體驗。而第一個驚喜位係有雙素體，非武裝素體全高約16 cm， 同平時砌開嘅比例差唔多。同時盒內有全黑嘅手腳零件，而家展示出嚟嘅係全肉色手腳。奇怪嘅係手型反而冇肉色，感覺就變成戴咗黑色手套。胸部以2件裝合拼，而上胸裝飾件係冇固定卡榫嘅。膝關節用抽插式，當大小腿貼住嘅時候，個卡榫位係有輕微嘅拔出，可動嘅幅度好大，而且站立嘅時候睇唔到有膝關節，其實都幾美觀。但腳掌觀感就稍微有啲崩壞，不過又要有可動，又要靚，係好困難嘅。可能廠方都為咗遮一遮呢個瑕疵，特別提供咗一對仿絲襪。組裝模型其實我就唔係好偏好玩着衫，玩着衫嚟講，我會玩翻 BJD 咯。不過既然附送咗，都姑且着嚟試下，都意外地有啲配合，加上佢預製嘅表情到位，我嘅眼睛注視即刻由腳掌嘅瑕疵轉移走咗，變咗真係玩腳都可以玩一晚啦。武裝素體因為股關節結構令整體比例拉長，全高約19 cm， 但整體視覺比例仍然冇崩壞，變成重裝女子高身嘅比例。身體構造同非武裝係完全兩款嘅零件，冇共同嘅零件。而內部結構有仿鍍金零件配搭，表現突出而且富機械感。跟住睇下啲細節，頭部裝甲可以選擇形態切換，簡單啲係一個睇到對眼，另一個係睇唔到對眼。而黑紅主色配合少量金色元素，令整體表現唔會過分沉悶，亦同時提升咗機械感。手部肩胛獨立可動，前臂可以屈曲大過90度。跟住睇下股關節嘅構造，可以話係2段關節構成，大腿同股關節之間有2組轉動件，同獸屋所設計嘅活動方式好唔同，擺 pose 就要適應下先至得啦。另外，第二驚喜，大腿裝甲同小腿有連動嘅機關。砌咁多美少女模型，真係冇乜幾可會見到連動機關。背包方面結構簡單，就只有1對機械手臂，完全係為咗配合武裝嘅重量而出現。仲有2個噴射器，可能因為全身都包住裝甲，所以整體視覺非常重機械感。冇配置重型武裝，都已經覺得好足夠啦。雖然佢有別名叫人馬機量，但佢都有一個電單車形態，都係一個賣點嚟㗎。而家一齊嚟睇下點樣組裝切換形態。首先車身2側加裝車轆連接件，有固定嘅連接方向，咁就一定唔會搞錯啦。跟住就裝埋後轆上去，同時有固定嘅插口鎖緊，再加上一個干擾器，另一面裝埋干擾器。
講笑啫，係噴射器。然後車頭係用盾變形構成，插入活動接口，再將顯示器零件對齊卡位放上去，然後用車頭夾住。車頭下方都有固定組件，要對齊兩個固定位置先裝得穩。最後要裝埋前車轆，先將人馬後腿嘅金色配件拆落嚟，再將馬蹄向後屈曲。注意馬蹄係二段關節，屈曲時要留意關節有冇轉動。我就瀨咗嘢啦，斷咗個馬蹄關節。因為零件關係，個樁打到咁短呢，就一定唔夠力噶啦。咁咪唯有即刻複製零件咯。複製方法有興趣可以睇翻之前嘅影片啦。內扣關節唔完美都冇所謂嘅，最緊要係關節性能正常。Back in the game， 裝埋個前轆，搞掂。如果就咁擺部電單車睇，感覺會有啲單調。電單車嘅線條感唔係好高，但坐埋個本體上去呢，就變咗另一個層次啦，即刻覺得佢型咗啊！官方所指嘅騎兵形態就係大家好關注嘅人馬形態啦，其實都冇特別加裝其他零件，就可以喺電單車同人馬之間切換，非常豐富嘅玩法啦。將馬身接上本體，扣好固定零件，而腰側嘅固定零件係需要拆咗原本馬身嘅零件先裝到。裝埋上去就固定得非常穩陣啦，所以擺一啲好高難度嘅 pose 都冇問題啦。人馬嘅切換好快就完成咗，最後就係加裝埋盾同埋槍，因為盾同槍嘅重量關係，如果只係用手型係完全承托唔到嘅，所以必須要配合背包嘅機械手臂先可以做到手持槍盾。但係裝完發現胸關節都承托唔到呢個重量，結果就係向前傾啦。漏咗條馬尾添，裝埋條馬尾上去，搞掂。兩個形態嚟講，我就比較中意人馬形態，將車頭變成盾都完全冇違和感。長槍線條同配色亦同本體非常配合，而且仲係一把可變形嘅長槍。除咗近距離形態，仲有遠距離形態。只要拆咗槍尖，將中間金色零件向前推，再屈曲底部插入固定，就會變成電離子炮啦。出色，遠攻近攻都有，最中意就係呢種設定啦。終於都組裝完成啦！當初發表時覺得造型係幾靚，而且人馬亦好有新鮮感。唯一令我卻步嘅係中國廠出嘅品牌。中國廠方出品嘅機梁俾人嘅印象，大多情況都係零件密合度好低，零件質素偏劣質，造型可以嘅，但表情通常都崩壞咗。而今次核能矩陣俾我嘅體驗，可以話係平反咗我對呢個範疇嘅睇法。淨係講香港嘅市場，平時玩日本廠出嘅一半價錢，但係多咗1倍嘅份量，價格之低而且質素之高，簡直係 CP 值爆標啊！造型同武裝都冇咩好挑剔㗎啦，可動性其實都好高。而最後要注意下組裝難度方面，因為有大量 under 機要處理，要完全清理好，除咗剪鉗，可能仲需要筆刀、銼或者砂紙啦。要留意嘅係關節零件通常都比較細小同埋脆弱，組裝嘅時候輕力啲就冇問題㗎啦。介紹過咁多款素組，我都冇講過推薦入手嘅，但係呢款我真心推薦買嚟玩下。一嚟價格低，二嚟雙素體滿足到唔同玩家嘅需要，三嚟佢真係型，四嚟佢着絲襪真係有啲性感，五嚟中國品牌容易買啊嘛。唯一令我唔推嘅理由係零件實在太多，做全製作嘅話真係會搞死人啦。如果拎佢嚟改造，其實都應該會好有潛質。今集就玩到呢度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 KT Hobby 啦。嚟緊應該會多啲研究模型製作嘅技巧。就咁，下次見。